就在当地时间9月13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出台了一份基辅安全协议保障草案，这可把俄罗斯给气得不轻啊！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俄国家安全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基辅的安全草案将会拉开第3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那么此项安全保障草案究竟为何会让俄罗斯如此紧张呢？如果真的签署，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呢？这份草案又能给乌克兰带来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简单来说呢，这份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4个方向。从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证，这也意味着此前俄方从乌克兰拿走的克里米亚以及目前占据的乌东地区必须完全归还给乌克兰，要求乌克兰的武装力量不受任何限制。这代表乌克兰已经在这次俄乌战争中认识到，只有自家军队的强大才能保护领土的完整。因此，乌克兰在未来将大力发展军队，而且各国也不能进行阻拦。除了不能阻拦乌克兰成长之外呢，各国同时还需要继续给乌克兰提供相关帮助，例如情报、武装信息或其他军事援助。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美国及北约各国后续别忘了乌克兰这个老朋友，大家有事没事多交流交流。乌克兰加入欧盟、北约的时间要有明确规定，不能无限制拖延下去。毕竟只有加入了北约，俄罗斯才不会如此肆无忌惮，而加入了欧盟才会让乌克兰深入融合欧盟的产业链，不仅能稳定下来自家的经济问题，还有机会改用欧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对其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目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明确表态，如果美国等各方盟友没有意见，希望能够尽快签署这份协议草案。那么乌军刚收复了哈尔科夫等地之后呢，泽连斯基就急匆匆地提出了基辅安全协议保障草案，如此急迫地要求各国盟友尽快签署这份协议，它究竟能给乌克兰带来什么变化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这次乌军呢在哈尔科夫方向是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无论外界有多少争议，毕竟从俄方手中是拿回了837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实打实的战绩。因此泽连斯基在乌军士气大涨以及外界对其充满信心之际，拿出这份协议草案，希望北约各国可以尽快签署协议，帮助乌克兰巩固目前取得的战果。其次，泽连斯基自己也很清楚，尽管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与俄军作战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场战争还没结束，在乌克兰境内的其他地区还残留了许多俄军的有生力量，这都是一个个隐患。而且由于俄军在这次的交战中跑得实在是太快了，因此也让其保留了许多兵力，乌克兰也不得不防着俄军卷土重来的风险。这也是泽连斯基最担忧的地方，因为如果俄军重新集结，向乌军分散的兵力重新发起进攻，那又将是一波血战。因此乌方拿出了基辅安全协议保障草案，实际上呢也是告诉各国，他们还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来更好地守住自己的土地。最后，泽连斯基拿出的这份安全协议草案，实际上呢，也是想让北约各国与乌克兰的战线更加统一。因为乌方在协议草案中明确要求，必须要得到北约及欧盟的保障。虽然目前的乌克兰并不是这两者的成员国，但他们希望通过签订这份安全协议，与北约各国正式建立同盟关系，从而扭转当前乌方与俄方1对1的困局。毕竟谁都很清楚，即使各国给乌克兰送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支持，但上战场的只有乌克兰人。即便泽连斯基曾经表示乌克兰要与俄罗斯血战到底，但也不希望将这场战争打到最后，把乌克兰给打没了。所以才有了哈尔科夫刚取得大胜，乌方就要求北约各国为其提供集体安全防御保障，以此来告诉普京不要对乌克兰动手，再动手的话，我的兄弟们可就要一块上了。此外呢，泽连斯基也希望借此机会向俄方施压。虽然此前俄乌双方在土耳其的撮合之下呢，曾拿出了伊斯坦布尔协议，但是随后因为种种原因，泽连斯基放弃了这份协议。从此之后，俄乌双方就只剩下断断续续的联系了，再也没有走到谈判桌前。而这次利用哈尔科夫的大胜，泽连斯基是拿出了基辅安全协议保障草案，同样还是为了让北约各国出面，给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与妥协，并且要求归还克里米亚。这是乌方在与俄方谈判过程中取得主动权、控制权的重要前提。
毕竟有了这份协议草案，就意味着泽连斯基在与普京交涉时拥有了谁都无法忽视的依仗。那么乌方提出的基辅安全协议保障草案后呢，北约各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呢？以大兵的看法，目前泽连斯基提出的保障草案时机还不太成熟。首先，这次乌军在哈尔科夫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要打上问号的。虽然乌方拿回来了8370平方公里的失地，这一点的确值得大力宣传，从而提升乌军士气。但是这次乌方的大胜与赫尔松和马里乌波尔不太一样，并不是在与俄军激战后歼灭其有生力量才夺回失地的，这就表示乌军本来就不多的兵力要分散部署在哈尔科夫地区，无疑会让乌军的防线出现漏洞，这对于俄方后续进攻而言是实打实的好处。而北约各国呢，也都普遍认为，目前乌克兰大力宣传哈尔科夫大胜还为时过早，毕竟战争胜负看的并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应该长时间观察战略目标是否得以实现。所以泽连斯基选在此时提出基辅安全协议保障草案，并不是成熟的时机。其次，目前俄乌战争还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转机，俄军也没有被彻底削弱的情况下，乌方提出这份协议草案，实际上呢是将北约各国放在架子上烤了。毕竟各国原来是可以通过送钱、送装备、训练部队和提供情报的方式，帮助乌军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与俄军抗衡。现如今一旦签署这一草案，那么北约各国无疑是从幕后来到了台前，与俄罗斯直接发生了正面对抗，这就表示俄乌战争的态势将不可控制。那么乌方提出这一草案之后呢，俄方又有什么反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对此事做出了紧急回应。他表示，如果北约各国真的签署了这份协议，也就意味着他们与乌克兰站在了同一战线，届时第3次世界大战将很有可能爆发。因为客观来讲，乌方这次的基辅安全协议保障草案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如果任何一个北约国家遭到武装攻击，其他盟友将会把攻击视为对所有北约国家，并对攻击方采取必要行动。而泽连斯基提出保障草案内容呢，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高度相似，这也意味着也同样适用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相当于乌克兰顺利加入了北约。但是俄罗斯之所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最初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此对于此次的保障草案，很明显俄方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总的来说呢，在乌军收复哈尔科夫之后，兵力的分散会使得整体防线出现漏洞，给俄军伺机进攻的机会。泽连斯基正是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才提出了安全保障草案。如果北约各国同意签署，那么他们将与乌克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乌克兰将会受到全方位的保护。目前各国对此呢还没有明确表态，是否同意签署。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草案签署，俄乌战争也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台阶。至于这个台阶俄罗斯能否跨得上去，还要另说了。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